Hello， 牡羊座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ne。這個影片是要給牡羊座的朋友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哦。那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沒有任何時間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的時候看到這一則影片，我會建議你呢以當下的月份為主，或者是前後推敲1個月時間，通通都可以哈。影片下方資訊欄有詳細的影片說明。那我也相信什麼時候聽見就是最適合你的時間，你也可以不用拘泥這些時間上面的限制。OK， 好，那我們今天呢一樣在開場的同時會有開場訊息提供給牡羊座、白羊座的朋友們作為超前部署的參考哈。我在進入到你的能量場之前呢，我很明顯看到海帶跟海藻類的東西，所以我個人會感覺呢，這非常有可能是在提醒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們，你們有些人呢，可能第一有甲狀腺的問題，可能在這個月可能會檢查出來，或者是可能會復發，或者是有什麼樣的狀況，這個呢自己可能要注意一下。有些人可能是扁桃腺會發炎，那另外呢，這個海藻跟海帶也有可能是最近你特別喜歡吃的一些配菜 ，OK 哈，所以呢，我覺得多多去攝取，只要你身體狀況是允許的，我覺得多攝取這些東西對你身體絕對有好處的 ，OK 哈。那裡面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去吃了那種海藻錠，或最近會打一些綠色蔬果汁之類的哈。那我也有看到小黃瓜，可能也是你最近蠻喜歡吃的一個，那算蔬菜嗎？好，蔬菜吧，或水果啊，所以蔬菜 OK。好，來，那第二個呢，要給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們開場訊息是，最近牡羊座的朋友們，你們特別適合跟這個聖木或者是那種鼠尾草，你們有一些人最近可能用這種東西來清理或者淨化你自己的能量場。有一些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的都是霧霧的，就是有煙的那一種所以呢鼠尾草、聖木，或者是比如說你加濕器，它也會噴出那個霧氣這個東西呢就是在這個月你特別適合用這樣的方式去鞏固你自己的能量場，或清理這些情緒上面的這種感受我覺得會對你蠻有幫助，你可以嘗試看看。第三個要給這個牡羊座、白羊座的開場訊息呢我已經看到了那一種水晶石頭是很特別的，但是我現在手邊沒有沒辦法給你看，因為我也不記得那個名字。那種水晶呢是白色大理石紋的，所以你可以特別去上網 Google 一下。对不起因為我沒有辦法記得住那麼多水晶的名稱。那也有可能它是另外一個含義，就最近如果你們家有在做裝潢啦，或最近你買的一些飾品啦，或者是一些家具啊、餐具啊等等之類，有可能都是跟大理石紋有關。有一些人，你們是把你們自己的床罩、床單或窗簾等等之類的布料的東西也變成有點像大理石紋的感覺。好吧 ，OK 哈，因為我覺得你最近需要有一點光烈的这種能量場，就是說要有向下扎根，所以這個東西蠻適合你的。那我覺得跟你前面兩個開場訊息融合起來，有點像是你這個月主題有點像是向下扎根，建立一個結界 ，OK 哈。好，那以上這個就是你的開場的參考訊息，我們就準備進入到你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首先，在我手上這張牌卡是你這個月挑戰牌卡，這3組能量牌卡分別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能量場，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事件是聖杯國王 ，OK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訊息，希望透過傳訊者我來告訴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們，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感受你能量場上面呈現跟細節 ，OK， 請稍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收看我的影片。為了提供給大家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維手術室社群，想要邀請你一起來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那在社群裡，我將會帶領大家一起練習思維改寫，並且提升自我認知，讓你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挑戰有更強大的底氣以及過人的應變能力。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就會看到思維手術室的社群連結以及入群步驟的說明影片。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吧。OK， 行，我覺得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們，就是我覺得你這個月的挑戰有一點點重我就直白的告訴你，因為我也不 sugarcoat OK 我覺得你這個月的挑戰是跟情緒上面的挑戰有關，就是你如何讓你的理性可以拉着你的這個感性持續的讓你的人生不要停滯下來 OK 好，我們一起來看看首先呢，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呢，你抽到的是寶劍國王跟錢幣9還有權杖8 OK 好，我個人會感覺這邊有幾個訊息呢，牡羊座的朋友們，請你們就自行去篩選適合你的訊息。因為我的主題就是我這個能量運勢牌卡解讀是沒有任何主題上面的限制。如果新來的朋友你不了解，我讓你了解一下，我也不會按照牌陣跟牌意去解牌，請你靈活運用套用在你的生活當中我覺得這邊有幾個不同派別的牡羊座的朋友們，第一派，我覺得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你應該跟某一個人事物進行了一個切割。
OK， 而且你跟他切割完之後哈，可能還沒消沒息，就是說這個人可能跟你斷聯，然後他就消失，好像人間蒸發，你找不到，或者是呢，這個公司把你 fire 掉了，沒有給你任何的你認為合理的理由哈，他們就叫你滾。好，就是有點像說，他跟你一刀兩斷之後，那就再見了。OK 哈，那再見之後呢，就變成是你被迫必須要向前。你當然嘛，你就要離開那間公司嘛，或當然嘛，你跟他這個關係可能或這個合作就不存在了。OK， 所以某部分的人你是遇到很極端的這種狀況，大概佔10%到15%左右的牡羊座跟白羊座而已。OK 哈，然後甚至有一些人，你們是合作合夥上面呢，就是有點像是莫名其妙的就好像就被趕出了這個合作案，或者是被別人取代了哈，這個你就靈活運用一下哈。好，那接下來我們回來到大眾這個狀況當中，就是我個人會感覺呢，某部分的這個牡羊跟白羊座的朋友們哈，你本身在你現在在對應的這個人事物關係當中呢，你是很有動力的，你是很有能力的。就是說，如果這個工作呢，你問心無愧，你每天都很準時去上班，而且你把你自己的責任範圍裡面該做的事情做得很好 ，OK 哈，你也從來都沒有懈怠，你也都沒有辜負別人的期待。但是呢，我個人會感覺哈，這邊這個寶劍國王在這個狀況當中，給我有一種感受，就是說呢，某部分的牡羊座的朋友們，你在這個跟你交手人事物裡面呢，你一直覺得你心裡有不爽的地方，但你沒有講出來。OK， 就比如說人家可能就是看上你很負責、很認真，然後很就是都準時上下班，所以呢，他们經常會把一些可能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或者是不屬於你責任範圍裡面的東西給你。OK， 但因為這個有點像是你的形象、你的人設或你的個性，所以導致於這個寶劍國王的寶劍沒有出鞘。你可以注意看哈，這個寶劍國王是把這個寶劍藏在這裡，然後他是穿着一個斗篷，沒有顯露出我是一個寶劍國王的身份。就是說，我沒有告訴你哦，我沒有告訴你，並不代表我現在不火哈，我沒有生氣哦，我是內在可能在忍受、在忍耐，或者是我這個寶劍還在選擇時機要出鞘。所以來到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你抽的是寶劍6跟這個寶劍侍者，然後還有這個錢幣侍者。這個寶劍6加寶劍侍者呢，象徵的也就是寶劍7。寶劍7象徵的意思就是說呢，你已經來到一個，就是你會覺得說，我希望大家和平共處，但是你們不要一直找我麻煩或想辦法，就是欺負我人很好哈，或者是就是有點像說我不給你看，我其實有帶一把寶劍，你好像不會害怕的一個感覺。OK， 所以呢，這個寶劍侍者呢，跟這個寶劍6有點像說，你沒有露出你是寶劍國王的身份，你在現階段的能量場，你露出你是一點點哈，就露出一點點，這個劍拔出來一點點，因為是侍者還沒有走到國王嘛哈，對不對？但你真正身份是國王哦，你要能夠理解我講的這個東西，所以你在這邊應該是已經跟這個交手的相關狀況人士表態，就說我告訴你，你這樣做我不高興哦，我希望我們之間是和平共處的哦，但是如果你太超過了哈，或者是你太過分的話哈，我可以告訴你哦，而我現在掌握在手中的這個東西呢，我要跟你說，就是你可能沒有辦法從我手中拿到。為什麼會講說這個手上的東西？意思就是說，如果你都是一直很認真工作的人，他們不斷給你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你就有點像是在跟他們講說，我現在是為了和平哦，為了把這件事情做完哦，所以我心甘情願這麼做哦，但你不要認為這是我應該要做的哦，不然我告訴你，到時候我也跟着你一起擺爛。這個就是你手上目前掌握的東西，你有點像是在跟他們談判，就是說我手上掌握這些東西 ，OK？但你也不要太過分，不然我就把這個東西，或者是把這個燙手山芋丟回去給你。你們要擺爛，我就跟你們一起擺爛。你們要這樣對我，那我就會以牙還牙。我覺得這個手上的東西，這個白羊座跟牡羊座的朋友們，你們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下，因為這個就是你能夠掌握、你能夠談判的籌碼。我的感覺是這樣，所以你要套用在你手上目前有什麼樣的籌碼，是可以展露出這個寶劍侍者的這個身份，但還沒有全部的寶劍出鞘的這個寶劍國王的狀態。OK， 所以你的挑戰牌卡在這邊就是一個寶劍3。OK， 為什麼我一開場是告訴你說你可能要理性拉着你的感性的原因，就是寶劍3，就是你注意看到它這個傷口是已經包紮好了，這就是你的挑戰，就是我心裡很痛，我很不爽，我很不高興，我很不滿意，但是我不要被這個擊敗。OK， 我依然要能夠向前，我依然要持續向前走，我甚至要表達我自己的立場。為什麼呢？這個寶劍3加上這個寶劍侍者加上這個寶劍6，你注意看到這是寶劍10，就是說你的極限已經到了。OK， 我的極限已經到了。寶劍10走下一張牌卡叫寶劍1，就是最大的那支寶劍要拉出來了，所以你現在就是在挑戰那個極限。所以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你抽到的這個是錢幣2，這個是女祭司，這個是太陽牌卡。我個人會感覺呢，你這個月份的挑戰就是把你那個寶劍稍微亮出一點鋒芒，讓別人看見，不要讓他們好像咖喱阿了對或吃你夠夠。OK， 所以來到這樣子的狀態，你如果不要情緒用事，而是理性去處理這件事情，並且表態出我覺得這
這跟你開場劇情為什麼要光的有一個結界，有一個很穩固的力量，就是在這裡。你就是這個月在學習這個課題，所以在未來的時候，這個太陽牌卡就有點像是你為你自己挺身而出。所以呢，這個你就不用在這邊權衡利弊哈，你就不用這邊為別人犧牲。錢幣二象徵的意思就是說我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平衡，理性感性平衡。OK， 我願意付出，但我也願意收回我不需要付出的地方。OK， 所以呢，這邊是非常好的，就是這個是女祭司，是黑白是非分明的一個人。OK， 所以我覺得，對不起哈，因为我有點感冒，所以我覺得你在這個月學習這個課題之後，你不僅會變成一個是非分明的人，你不僅會變成一個感性跟理性就是能夠共處的人，你甚至為自己挺身而出，所以你才會換來一個美好的結局。所以在未來你目前看到可能會迎來的事件，這個是聖杯國王，就是說你會得到你心目中滿意的結果。OK， 因為你不要忘了哦，你這是寶劍國王跟是個聖杯國王，這兩個也是極端的能量，對吧？但你這個月就是在學習如何平衡這樣的能量，而達到滿足你自己想要的結果。OK 哈，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在心理上面或感受上面的一個成長的一個轉折點。OK， 我會建議你牡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們在這個月沉得住氣一點點，我覺得你會是其中這個狀況的這個獲利者。OK 哈，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用宇宙驗證牌卡來驗證我剛剛要告訴你的能量場之外，等一下我們會有天使下凡來解答的這個環節哈。你心裡可以想一個問題，然後等一下我會請天使下凡呢來回答你，你這個答案是 yes 還是 no， 好嗎？我們先來看一下宇宙驗證牌卡。首先呢，在過去的能量場你自己看哈，你這個是錢幣二前後驗證錢幣二啦。OK 哈，所以我才會跟你說哈，這個人你注意看，他還是站在滑板上面哈，保持一個平衡。可是這個人是已經拿在手中，我已經很平衡了。所以我才會跟你講，你這個月份要如何能夠接地氣，要能夠很穩固，要能夠劃結界哈。然後這個結界象徵就是你在那邊，我在這邊哈，就跟這個女祭司黑白分明是一樣的道理哈。界限在哪裡，你要搞清楚。所以這個錢幣兒在這裡出現的時候呢，其實就是你知道這個月會有這樣的課題跟挑戰，你再如何保持一個平衡，你在想說我願意做，但是這樣他們這樣要求好像又太過分。OK 哈，我願意付出，可是這個人好像為什麼像一個 taker， 一直跟我拿，一直跟我拿，他都不會不好意思呢哈。所以你在這裡在前面，這是一開始過去的能量場，你已經意識到這件事情有點不太對勁了，你有點失衡了 ，OK？ 但是要有失衡的狀況出現，你才會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來到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這是一個聖杯3，這個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OK 哈？你這個人也不過分，你就是跟他們要求，我告訴你們哦，我先跟你們說，你們不要這樣子哦，我是希望大家能夠和平共處哦，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難堪哦 ，OK？ 這個就是你給對方在說明你的立場。跟告訴對方你為什麼在這邊付出犧牲，或者是給予，或者是願意去幫忙哈。你在這裡是告訴他們，你們如果要開心，我也想要開心，不要只有你們開心，結果我一個人在這邊不高興。OK 哈，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跟你講，你會稍微亮出你的寶劍，但是會告訴對方說你手上有什麼樣的籌碼。如果你們依然要跟我相處，跟我共處，跟我合作，跟我在一起，我們就要這樣子，大家皆大歡喜。如果不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你就不會接受。OK 哈，所以呢，在後面我剛剛有跟你講，你這個是命運之輪，所以就代表說你掌控了這整件事情的走向，代表說你掌握了你人生的命運嘛。所以你注意看，你在這邊有一個太陽牌卡，象徵就是說你勇敢為自己挺身而出，而掌握了自己生命的方向。OK 哈，所以呢，其實呢，你的宇宙驗證牌卡只是重複來告訴你，你必須要經歷這件事情。如果你沒有經歷這件事情的話，你不會為自己站出來，你不會為自己爭取，你不會為自己發聲。所以整個季度的這個宇宙驗證牌卡在這裡哈，這個叫做權杖侍者。OK 哈，權杖侍者你可以注意看，它是在跳高，所以象徵就是說你要向上哈，去挑戰跨越這個怎麼講你目前人生的高度嘛。因為你們知道哈，跳高選手他是不斷去突破自己的高度，所以我覺得這個高度並不是說呢，你好像居高臨下哈，他們比較低級，你比較高級哈，不是這種哈，是有點像是說這邊是要幫助你在內心裡面，你要把自己放在比較一個高的位置，但不是自以為是或自負那個位置，而是說如果別人並不尊重你，你必須要能夠跨越這個難題，去突破這個障礙，去突破這個極限，然後回到你自己最好的一個位置，或者是你需要被尊重的地方。OK 哈，這個高度有點像是你必須要被尊重的地方，別人必須要把你以前是我怎麼跟你講這個能量場？不好意思哦，我想想怎麼形容比較好，就是說你的付出應該要被珍惜、被看見，它應該要被擺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但是這些人可能在過去是有點覺得應該的啦哈，或者是他們覺得反正你都這樣嘛，那都給你做嘛哈，所以不是的，這個月份你就是要重新調整這樣子的狀態。
OK 好，這個高度是你因為去為自己跳躍爭取而來的。OK 好，這個你就懂了。OK 好，來，接下來呢，請你心中想一個問題。好，你的牌卡也太快了吧，馬上飛出來哈。我會請天使下凡哈來解答，你的答案是 yes 還是 no 好嗎？哈，什麼樣的事情都可以問，但是我也會告訴你這個答案並不是簡單的 yes 或 no。OK， 我會跟你講其中的原因，好嗎 ？OK 好，好，我們一起來看看你目前心目中所想的這個問題，答案是 yes 還是 no 呢？好，來，這張牌卡叫 recovery， 象徵的就是修復。OK 好，這張牌卡的答案不是 yes 也不是 no， 這張牌卡比較有點像是靜止，就是說這件事情它需要有一點進程，就是要有時間上面的推演，你才會看到最終的答案。所以目前你在問的這個人事物，有可能目前處於停滯，所以你想要問這個問題，或現在進展可能沒有像你理想中的那麼順利，所以你才會提問。他沒有告訴你呢，這個跟你交所相關狀況人數，你要去深入利用這個比較停滯的狀態，還沒有到 yes or no 的最終結果之前，你要去思考，在這個人事物當中，你有什麼東西要提升，你有什麼東西需要修復，或者是有哪些東西需要你們兩個彼此之間，或你合作的這個關係，或這一個工作，你有哪些是必須要能夠去承擔過去的錯誤或者是不足？還有某部分的人呢，你所詢問的這個人事物呢，他現在的停滯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停滯，這個狀況可能會越演越糟，所以你們彼此之間可能需要有一點空間，有一點時間，有一些等待。好吧 ，OK 好，那以上呢，這個就是要給牡羊座、白羊座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我希望以上的訊息可以為牡羊座、白羊座的朋友們帶來一點點就是超前部署，希望可以讓你們知道目前這個月可能會經歷什麼樣的進展，好嗎？祝福牡羊座的朋友們，還有白羊座的朋友們，非常感謝你來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會喜歡。那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嘍，拜拜。